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拿下影人 TOB5，我才看懂内娱的残酷真相。原来最大的舒适圈根本不是躺平，而是假装在努力。我觉得吧，这2年看内娱，最魔幻的不是谁塌房谁翻车，而是有的人演了10年，观众连他名字都记不住；有的人作品没那么多，戏路倒是越走越宽。肖战最近进了年度瞩目影人 TOB5，得闲景致还拿了年度喜爱影片 TOB5。我当时心里一个念头，这哥们儿是真不在乎舒适圈这仨字吗？说实话，我当记者那会儿，最怕的就是明星采访里那套标准答案。感谢平台，感谢粉丝，我会继续努力。结果《环球时报》那篇专访里，问他怎么突破舒适圈，他来一句：“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舒适区在哪。”嗨，这话看着轻巧，其实挺扎人。咱换个角度想，大多数人一听跳出舒适圈，脑子里自动浮现的画面是领导忽然给你加一堆活儿，还告诉你这是在锻炼你，谁不心里骂句的了吧？但肖战的逻辑挺直男的，就是3条：剧本戳不戳人，角色有没有灵魂，团队靠不靠谱，3条过线就上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后面那句更戳人，能不能演好是能力问题，愿不愿意全力以赴是态度问题。我当时在地铁上刷到这段，旁边一个小伙子带着工牌，嘴里念叨着 KPI， 眼神跟我对上那一瞬间，我俩心照不宣地叹了口气。咱说回得闲景致，这片子现在口碑出来了，业内不少人评价挺高。片里的莫德贤是个小人物钳工，说白了就是工厂里那类没人记名字的螺丝钉。按娱乐圈惯例，这种角色最容易演成穷苦版男主模板，衣服弄旧2件，脸抹点灰，台词再加2句我要挣大钱。结果这次不太一样，知情导演跟我聊过，说开拍前肖战真的是往工厂里一头扎，不是剪个短视频装样子那种，是实打实跟着钳工师傅学，泡车间，看工序，研究工具，他自己还去翻年代资料，琢磨当时普通人怎么说话，怎么走路，怎么抠日常那些小动作。有人吐槽他太较真，我倒觉得这种较真在现在内娱里挺稀有的。而最让我觉得耐琢磨的一点，是他在片场干脆把手机收起来，远离信息流。你看啊，这年头哪有几个年轻人能做到这一条？咱平时上班摸鱼刷个短视频，回家接着刷个剧，演员拍戏，中场休息还得刷个热搜看自己是不是上榜了。人家直接断网沉浸角色，这态度，说句北京话，就是倍儿较劲。片里的莫德贤一开始就是那种我只想安稳过日子的老实人，典型小镇青年，想兜里有点钱，家里有口饭就满足了。而时代往前搅，他一点点被逼到不得不站出来的那条路上。观众在电影院里看着看着，就把肖战这俩字忘了，只剩下一个被生活推着走的小人物。这种忘演员记角色的情况，不是营销文案吹出来的。而我就纳闷了，内娱多少人在喊转型求突破，说的跟宣誓似的，结果戏一开拍，还是在同样的滤镜、同样的演法、同样的人设套餐里打转。往那一站，要么总裁，要么仙侠，稍微换个造型，就开始号称颠覆以往形象。观众又不是没眼睛。肖战这几年的选戏路线，你摊开表看看，从古装仙侠剧火起来，后来有年代军旅题材，又去大银幕演现实主义电影，还跑去舞台上演话剧。这跨度放以前叫瞎折腾，现在反倒是人家一步步把流量往演员这个路子上挪。而最要命的点在于，他自己说每演一个新角色就把自己归零。你听着像鸡汤，
但你要是跟一些老艺术家聊聊，你会发现他们以前也是这么干的。只是咱现在这个时代，太多人上来先想着我这次能不能上热搜，这个角色能不能出圈做表情包，谁还愿意老老实实从零学起？说到底，内娱这套舒适圈逻辑是被整个行业宠出来的。平台要稳定流量，资本要可控收益，观众又爱看熟面孔、熟人设，于是一个演员只要某个类型火了，就会被塞进一个模具里反复生产。你看那种永远在演大少爷、霸总或者苦情女主的，台词都不用背太多，表情能复用一整部剧。而肖战这边偏偏逆着干，不追风口，不跟风立标签，把原本挺赚快钱的路线，活生生走成了打怪升级模式。有人说这是运气好，我觉得吧，运气只负责开头，后面怎么走，全靠你敢不敢自己做。话说回来，咱普通人呢，跟他比不了名气资源，但舒适圈这仨字是一模一样的。上班族的舒适圈是那份干得顺手，同事都认识，老板脾气还凑合的岗位。自由职业者的舒适圈是那几位老客户和固定收入。谁不想在这种环境里窝着？稳，就一个字。可是你看现实有多扎心，很多人表面上说我不要内耗，实际过的是工作不喜欢，行业没成长，每天还害怕失业。说不走出舒适圈吧，可哪儿来的舒适？更多是勉强过得去。说实话，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，比真躺平还要折磨人。我当年在报社混日子那会儿，编辑台一待7、8年，稿子流水线一样发，工资一年涨不了几百。领导每次开会就一句，大家要稳定输出。有天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原来我以为的稳定，就是被时代一点点甩在后面。那会儿自媒体刚起来，我身边不少同事说算了，太冒险。结果现在回头看，那些硬着头皮出来试试的人，有的虽然挺难，但至少走在路上。所以我看肖战说不知道自己的舒适区在哪，这话对演员是个态度，对咱普通人更像一记耳光。你要真有一块自己特别舒服又能长久待下去的地方，那挺好。问题是，多数人连这种天堂都没摸着，就开始死守那点可怜的安全感。当然，我也不想把跳出舒适圈说得特伟光正，好像谁不折腾谁就是懦夫。人有差异，有人愿意稳，有人愿意拼，都正常。但关键是，你别骗自己。你要是就是图个稳，那就承认自己没那么爱折腾，别嘴上天天喊想改变，身体诚实的躺在床上刷短视频。而那些真想往前走2步的人，倒是可以从肖战这个案例里偷点考试答案，不是让你也去演戏，而是学他那3条衡量标准，这事儿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？是不是能让你学到点新的东西？周围人靠不靠谱？如果这3条都打勾，那就闭着眼先干一把。至于能不能干到完美，那是能力问题，你先把态度摆正。我身边有个老同学，本来在国企里面当个小科员，典型铁饭碗舒适圈。疫情那几年，他熬不住那种一眼看到头的生活，自己去夜校学编程。后来跑去做了一家小公司的后台工程师，工资刚开始还降了点。身边人说他疯了，他自己说，我宁可在新赛道上当新手，也不想在老路上当一辈子备胎。现在呢，公司的项目越做越大，他也一路扛到技术负责人位子上。你说这和演员跨界去演话剧、演电影有啥本质区别吗？不就是冒了个险，忍了段时间的不舒服吗？难的是那一步迈出去的时候，心里必须认准一件事，就算摔一跤，也是我自己选的路，而不是被别人推着走。说实话，我越看这波采访，
越觉得有点反常识。一般人拿奖上榜，第一反应都是狂发感言，生怕大家不知道自己多努力。肖战这边倒挺冷静，嘴里一直挂着一个词：敬畏。敬畏作品，敬畏观众，敬畏这份职业。听着挺土，但那种不拿观众当傻子的态度，在现在这个啥都讲效果的时代，真的挺少见。而网友那句“原来最好的舒适区，从来不是原地躺平，而是永远走在挑战自我的路上”，我起初看还觉得有点鸡汤味儿，后来想想，这话还是挺皮实的。真躺平的人很少，大多数人是在想努力又不太敢的拉扯里卡着，卡久了人就麻了。我也不装导师，给您开啥人生建议，就一句掏心窝子的，别拿我怕跳出舒适圈当挡箭牌了。有时候你以为的舒适圈，其实就是你不敢承认的惯性圈。别人忙着死守舒适圈，有人已经悄摸的用心干活，默默升级。等你某天抬头一看，人家已经拿下影人 TOB5 了，你再说这是运气，那就真有点自欺欺人。所以啊，问题不是肖战厉不厉害，而是咱自己敢不敢问一句：我现在待的地方，真的是我的舒适区吗？还是说，只是一个让我不至于太难堪的临时避风港？想清楚这个，再决定是继续窝着，还是往前挪半步。别太给自己找理由了。人生这盘棋，谁也替你下不了，咱自己掂量着来呗。